各位，出大事了！北京的一架飞机撞上了号称是中国尊的一座摩天大厦，这不是小型的911吗？哎呀，这个事情啊很蹊跷，朋友们。有一句话叫战争让女人走开，还有一句话说驾驶让女人走开。这网上的奇葩女司机是经久不衰的笑料，而驾驶着这架飞机的恰好是一个美女驾驶员。根据 BBC 的报道，北京的最高楼中国尊遭小型飞机的撞击。周五，北京时间6月26号傍晚，这座108层高的摩天大楼的上半部出现了一个小窟窿，警方封锁了大楼周围的道路。现场画面，事发时有飞机残骸从大楼上坠落，大楼底层也冒出浓烟。这个事情在中国现在还是属于一种调查没有公开报道的阶段。那位说这 BBC 说话靠谱吗？这个事情倒是靠谱的。根据中国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零星的资料，有这个目击者拍到了小飞机靠近这座摩天大楼的画面，看到了吗？然后就发生了撞击。这是飞机的尾部都掉下来了，这个事情看来是假不了了。看到了吗？飞机尾部掉下来了。还有一些残骸。这是事发时大楼内部的人员拍摄到的。旁边那栋就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大裤衩建筑。到哪儿了？到哪儿了？你看门口了吗？我就是把这人拉上去了。小飞机吧？幸亏是小飞机啊，朋友们。中国尊是中信银行大厦。怎么了？引发了小小的火灾。你拿着，你拿着，好，我这个拿了。你有拍到那个无人机吗？没有，那会儿已经，这上面正不是无人机啊！开始的时候有人误以为是无人机，好家伙，这么大的无人机，那成了俄乌战场啊！这栋高108层的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是中国首都最高的建筑。星期五6月26日，被人目击，该建筑高层一侧缺设一块玻璃幕墙。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一架小型飞机撞上了中信大厦。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和视频也显示，事发时有碎片从大楼掉落，附近还出现了小型飞机的残骸及一辆汽车的车窗破裂。北京警方已在现场部署大量警力，通往该建筑的部分道路已禁止车辆通行。有人看见警员阻止路人拍照，并疏散靠近大楼的人群。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也未就此发表声明。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北京中信大厦是中国国有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也是中国首都最高的建筑。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这是路人拍摄的飞机的残骸啊，它的编号清晰可见。据航空的资料显示，6月26号，东石双月通航 B12PP 就是这个编号，这个小飞机有一个航空俱乐部的会员叫刘俊华啊，是单飞，是5点半下午从石佛寺机场起飞，17点40准备返航着陆，只飞了10分钟。在加入18号跑道西航线的时候，飞机没有正常加入起落，偏出了空域，一直保持着270度的航向飞行。这是那个飞机的轨迹图，它本来是10分钟就应该降落的，结果呢，不知道那个脑子是怎么抽了，直接就奔了北京，撞上了中国尊。那有人说北京那么防空森严的地方啊，那不是给他打下来呀？那不是，因为这是北京防空圈的圈内，而且呢，如果是发射空导弹的话，那必须得经过军委的批准，而这个时间很紧迫，最多也就不到半小时这个时间，而且它是低空，所以说发射导弹不太现实。这是北京的防空圈内，大家记住啊。打开全球实时航班焦度会发现，北京市区上空飞机都要绕路走，即便民航飞机甚至万米高空也不能从这边空域飞过。这是为什么？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是禁飞区。禁飞区也就是指某一地的上空禁止任何未经特别申请许可的飞行器飞入或飞越的古域。各类民航、无人机也是只有禁飞区。从大江限飞地图上看到，北京市行政区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古域，未经批准的飞行属是黑飞行为。那飞行员还会误入禁飞区吗？2015年5月28日凌晨，尼夏首都机场起飞的俄罗斯航班，按照正确飞行路线，应该先向南飞，之后向东，再向北飞行。但该航班起飞后，向西南飞，直奔北京市区，大约从东三环中路进入三环。管制员及时发现了航班错误，立即通知机长改变航向。随后，飞机擦着禁飞区掉头向东飞行。这架飞机在三环内的时候，高度只有区1500米。东便门、国贸一带许多居民都听到飞机响声。经调查，偏掉航线主要因为陆路机载数据错误。后事件通报俄方，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那为什么要在北京上空设置禁飞区呢？最重要的就是国防安全。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是国家重要的政治中心，国内外重大会议多在北京举办，设置禁飞区也是为了确保安全。不是只有中国对国家首都领空有禁飞要求，像英国的首都伦敦也设有禁飞区。其次，保护人民和古建筑。北京市区居住人口较多，市区内有故宫、天安门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很多古建本身是木质的，如果飞机发生事故或者出现燃油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你可能会想，既然北京上空有禁飞区，那北京机场的飞机要怎么飞呢？北京有2座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和首都国际机场，位置都在5环以外，远离市区，而且航线设计会主动避开禁飞区。如果是路过北京的航班，比如从北边进入中国领空，飞往北京南边去的航班，要先飞行到北京北部，之后再往南边来个近乎指甲的大拐弯，随后才能飞往目的地。这就是飞行员口中常说的北京大拐弯或者北京大指甲。通常来讲，民航飞机极少出现误进禁飞区的情况，航司会对飞行员展开相关培训。飞机在天上也不是想咋飞就咋飞，而是要严格的按照既定航线飞，绕开禁飞区。在飞机起飞前，飞行员需要输入飞行计划。飞机驾驶舱中设有导航系统，就像地上有马路，天上也有航路。航路宽度通常是20公里，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如果想要更换航路，必须向空管申请许可后才行。飞机会依照设定好的航线自行飞行。这是一次重大的国家安全事故。根据网上这个流传的这个资料，
航空器的信息啊，驾驶员的名字，本来该飞10分钟，结果呢，他直接就撞向了中国尊，这些资料都有。有人透露说，就是开着那种只能载一个人的小飞机，民用的商用机场，你交钱就可以在这边学飞行的这种机场，每个城市都有啊，那个学费很贵，就是北京石佛寺机场起飞的啊，然后直接就不听招呼就撞上了。根据网友的挖掘呢，还有现场的照片，说这个驾驶员的名字叫刘俊华，而这个中信，就是这个中信公司也有一个投资管理部的总经理助理，是个女的，也叫刘俊华。因为说那是一个人吗？网上还流传了这个女驾驶员被担架从大楼里边抬出来的照片，确实是她。那有人说那么高的楼啊，那还有人形啊，那不得摔花了吗？没有，她还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就是她呢撞入了那个大楼的玻璃幕墙内，机尾掉到外边去了。她浑身啊可能得骨折几处，但是在担架上看来人没事儿。就是他那个面容看着真是他，朋友们啊，如果那个照片没有假的话，大家知道这种小飞机啊，这个结构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它为什么能生还啊？看了吗？机尾掉到大街上了，这是他开的那个小飞机，看见了吗？他前面这一块整个的就撞到大楼里边去了，他没事儿，就是这架飞机在起飞前的这个视频，就是这架飞机啊起飞前的视频。那有人说这不是有教练吗？这一次他是因为他自己单飞，他可以单飞毕业了，所以旁边没有教练，有教练就拦住他了。这一次是他自己单飞。刘俊华啊，是一个中信银行的啊这个理财的这么一个公司的一个投资部的总经理助理。根据这个飞机的飞行数据，没有任何的机械故障的信号，那就排除了是飞机的故障啊导致的这次撞击。这是一切正常，升空以后的这个发动机的曲线啊信号啊一直很稳定，排除了啊机械故障。那为什么它就撞到大楼上了呢？啊，各位，为什么就撞到大楼上了呢？网上有流传说他爆仓了，开个飞机去撞中信大楼了，爆仓了。这倒也说得过去，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是负责那个理财产品的呀。最近2天中国的股市，尤其是科技板块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好多的炒科技股的爆仓了。你比如说那个我经常嘲讽的那个脸上长满了裤裆毛的那个峰哥，也是当众卸载了炒股软件，说他自己也是撑不住了。但是这个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吧，啊，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这位美女司机
准备向自己的同事炫耀一下，你看我会开飞机了呢。结果呢，女司机、女驾驶员技术不过关，一下就撞上了，这也是一种解释。各位，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反正我认为他以一己之力把这个北京的低空经济给撞崩了，搞没了，以后谁还敢让北京呢有这个低空飞行的东西啊？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